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成毅李一桐天地剑新过审，郭靖宇神话剧开机，陈伟霆综艺上线。成毅和李一桐的天地剑心终于拿到了拍摄许可证，听着像是影视圈的一场胜利庆典，但别急着开香槟，这背后藏的可不是那么简单。过审这事儿就跟球场上的判罚一样，有时候看似公正，其实暗潮涌动。导演们为了通过那道政策门槛，不得不在剧本里绕弯子，硬生生把创意打磨成安全牌。你想要创新？抱歉，先给我收起那些带刺的点子。说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想起当年《陈情令》的爆火，那种敢玩敢闹、粉丝疯狂打 call 的气氛，现在这种稳妥出品很难复制。成毅和李一桐两位演员也算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不少年头，从小配角熬到主角，每一步都踩着荆棘走出来。不少人没见他们在后台流多少汗，只知道屏幕上光鲜亮丽。但现实是，没有资本撑腰，没有流量加持，再厉害也只能做个路人甲。这就好比篮球赛里，你有绝佳天赋但没人传球，一样白搭。跳出这个锅，我们瞄准郭靖宇团队的新动作《烟雨神游记》。这部号称巨制还准备搞系列化，让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些连续技术堆积如山，却剧情重复到让观众犯困的 IP 续集怪兽。杨志刚和罗一舟被拉来担当男主副手，两个人站一起，是希望能擦出新火花，还是只是换汤不换药？投资大规模固然吸睛，可真要内容扎实才行，不然再怎么炫酷特效，也是空壳子。现在影视行业盲目追求 IP 价值链扩张的问题愈发明显，有点像足球比赛不停地跑边线传中，但进步了真正关键的一脚，结果就是看热闹多过享受竞技本身。我还记得几年前某古装剧因为角色塑造太平板，被网友调侃说看完感觉吃了碗凉拌黄瓜，啥味都没有。这样的评价对制作方来说无疑是一盆冷水泼下来。至于杨志刚与罗一舟这对组合，看起来挺养眼，可演技和人物深度才是真刀真枪比拼。如果导演组只想着靠脸蛋堆砌票房，那估计最终会变成流水线产品，失去灵魂。讲真，这种情况放体育界也是通病，就算身体条件满分，如果战术一时跟不上，再牛逼也踢不好比赛。这一点从 NBA 历史明星选手成长轨迹里屡试不爽。比如科比年轻时虽然技术全面，但缺乏经验导致发挥波动大，直到慢慢沉淀才成为传奇。提个插曲，说说陈伟霆最近忙活。他的新悬疑剧《九门杀青》没多久就飞奔去录综艺节目，现在就出发3的意大利片去了。这节奏快的让我怀疑他是不是忘了喘口气。有些人觉得这是多面发展，有助于保持曝光率，我倒觉得更像现代娱乐工业里的自救操作。在电视剧、电影之外蹦跶综艺，好处是能够聚合不同粉丝群体，但坏处呢？时间精力有限，一旦花太多心思包装自己真实又假掺杂，会不会最后沦为只剩颜值的花瓶？毕竟观众眼睛雪亮，不是谁都有资格随便刷存在感。其实这一切折射出的是公众对于明星身份矛盾期待，一方面想让偶像全能开挂，各方面都不能落下，另一方面又要求专注专业领域做到极致。我忍不住想到梅西、C 罗，他们虽然技术顶尖，却从未离开绿茵场核心位置半步。他们懂自己的定位，而我们常常忽略一个事实，人的时间精力总有限。当你试图兼顾太多，很容易哪块都磕磕绊绊，到头来连根基都站不稳。回头翻翻这些热点新闻，从拿证审批《烟雨神游记》筹备
到陈伟霆频繁穿梭荧屏与真人秀之间，可以看到中国影视业正在经历一次深层次调整期。原创内容缺乏确凿数字支撑的数据早已摆在那里，而资本驱动下泛滥 IP 改编反而稀释了品质。一帮新晋演员若不能突破既定框架，只会被市场快速消费掉，如同草原上的野草，被风吹日晒，终究败北。而所谓的大制作，也许不过是华而不实的一场表演，把观众晾在冰箱门外等解冻罢了。所以下次打开手机刷微博八卦时，不妨稍微停顿一下，用批判性眼光看看台前幕后那些复杂纠缠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每条新闻背后都是几十万人默默付出的结晶，无论你信还是不信，都值得尊重。当然啦，看戏归看戏，人类好奇心嘛，总喜欢盯着别人家芝麻粒大小的小事津津乐道，对自家西瓜熟视无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笑谈这些星星点点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藏着呢？那么天地建心和即将来的烟雨神游记到底能不能带来惊喜，还得靠时间验证。而陈伟霆跨界综艺之路又是否能找到新的方向盘？程毅与李一桐主演的《天地建心》终于顺利过审，这无疑成为近期影视圈的焦点新闻之一。有人说，这是一场久旱逢甘霖的胜利，毕竟在如今影视审查趋严、题材限制日益复杂的环境下，一部古装剧能顺利拿到拍摄许可证，背后要经历的不仅是剧本层层修改，更是创作者与审查标准之间的一场拉锯战。但仔细想想，这样的胜利其实也有几分无奈。创作者想表达的情感、思想，常常要被各种框架所限制。于是乎，原本锐利的故事被磨得圆滑，个性鲜明的角色被削得平淡，观众最后看到的只剩一锅安全味十足的清汤剧。可话说回来，在这个流量与安全并重的时代，敢冒险的导演越来越少，愿意为艺术坚守的团队更是凤毛麟角。程毅与李一桐无疑是这个时代少有的耐心型演员，他们从小角色一路熬到如今的主角位置，不靠绯闻炒作，不靠资本包装，只凭作品一步步积累口碑。程毅的稳，李一桐的韧，让人看到一种久违的职业态度。可在资本主导的影视环境中，仅靠努力与才华远远不够，没有话题，没有热度，常常意味着项目融资难，宣传跟不上，这也是他们面对的现实。与此同时，郭靖宇团队的新剧《烟雨神游记》也悄然开机。郭靖宇一向擅长拍摄带有民俗与神话色彩的剧作，此番再度出山，阵仗自然不小。杨志刚与罗一舟的搭档，既让人期待又让人担心。期待的是郭靖宇式的叙事厚度能否复苏，担心的则是这样的题材会不会又沦为重复套路，流于形式。毕竟近几年，不少所谓神话大剧都成了视觉盛宴下的情感空壳，看似热闹，实则无魂。如果说天地建心的过审代表着稳中求进，那么烟雨神游记的筹备更像一次豪赌。郭靖宇的团队有制作实力，但观众的审美已经发生变化，他们不再满足于炫目的特效和古风滤镜，而更看重故事的真实与人物的情感弧光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观众想要的是能信的故事，而不是只能看的剧。再看陈伟霆的动向，他的节奏几乎快得让人喘不过气。新剧九门刚杀青，转头又飞去录制现在就出发3的意大利片。有人称他是娱乐圈的拼命三郎，但这种高强度曝光的背后，多少也透露出一丝焦虑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，明星若不保持热度，就容易被更新换代的算法遗忘。综艺能增加曝光，拓宽受众，但若过度消耗形象，也容易让观众失去新鲜感。这恰恰反映出当下娱乐圈的一个普遍现象，
明星在多线发展与深耕本业之间徘徊。观众希望看到演员专注表演，提升演技，可市场却在逼迫他们不断曝光营业。这种矛盾就像是一场无形的拉锯赛，谁能在光环与作品之间找到平衡点，谁才能真正立得住。整体来看，无论是天地建新的政策博弈、《烟雨神游记》的制作豪赌，还是陈伟霆的跨界奔忙，都折射出一个共同的现实：中国影视行业正处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时期。资本与创意的矛盾，内容与市场的分歧，演员与角色的距离，这些问题正被一层层揭开。或许我们更该放慢脚步，去看清每一部剧、每一位演员身后那份真诚的努力。因为在流量的浪潮里，依然有人在为好作品死磕，在热搜的喧嚣中，也依然有人默默坚守那份先做人再演戏的初心。天地建新能否成为成艺事业的新高点？烟雨神游记能否重塑郭靖宇的神话体系？而陈伟霆能否在综艺与戏剧之间找到平衡？这一切都交给时间。娱乐圈从不缺故事，缺的是值得被铭记的那一份真心。